明白自己的无知是智慧，谦逊非怯懦，把自己看小。庄子讲过一个故事，黄河里有一位河神叫河伯，多年来都生活在孟津口，从未远离，望着滚滚东去的浪涛。河伯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河流能和黄河比。旁边的老鳖听到之后说，你一直跟住河流往东走，你会看到一个叫北海的地方，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汇聚在那里，它的面积比黄河不知道要大多少倍。河伯不信，于是一直向东，经过一天一夜，终于到了北海。见到北海一碧万公顷，无边无际，河伯不由惊地呆住了。他对北海的海神说，过去我曾经听说北海之大，但始终不相信，今天总算亲眼见到了。如果不是来到这里，我恐怕会一辈子被有见识的人取笑呢。北海海神说，井底之蛙是不可能知道海的，见识浅薄的人是不可能懂得大道的。现在你走出黄河狭隘的天地，看到了辽阔的大海，体认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这样你就有机会聆听真正的智慧了。这个故事中的河伯代表了被自身经验局限而自视过高的人。当河伯只生活在黄河中时，他无法想象有比黄河更大的水域。然而一旦他见识到了北海的广阔，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。人类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只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中，仅依靠有限的知识和经验，就容易产生自满和自大。然而当我们开始探索更广阔的世界，见识到更多的事物，便会发现自己所知甚少，从而激发出谦逊之心。智慧的第一步是承认自己的无知。当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，才会有虚心学习的动力。谦逊并不是怯懦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浩瀚知识海洋中的微不足道。正如器皿中空才能装进东西，房子中空才能住得了人，心灵的空虚才能让我们接受新的知识。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是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驱使我们不断地汲取新知识，不断地成长。一个人若能时刻保持谦逊，不自傲不自满，就能持续学习，最终获得真正的智慧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尤为重要。修行的目的不仅仅是积累知识，更是提升心灵和境界。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，就能更加虚心地接受修行中的教诲和指导。这种认识并不是自卑或消极，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反省，是通往智慧和内在平静的关键。修行需要我们放下自我，放下执着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到更深层次的智慧。无知并不是缺点，而是一种自然的状态。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和成长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才能开放心胸，接受新知识和经验的灌溉。修行中，谦逊是一种美德，它让我们不断反思，不断超越自我。谦逊的心态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聆听他人的建议和经验，而不是被自己的骄傲和偏见所蒙蔽。谦逊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从而在修行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深入。当我们在修行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，谦逊的态度会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他人的帮助和指引，从而更快地进步。困难和挑战是修行的一部分，它们测试我们的耐心和决心，也提醒我们不要骄傲自满。谦逊让我们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平和，依靠内心的力量去克服障碍。真正的修行者应该时刻保持谦逊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，达到更高的境界。这种谦逊并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表现。它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反省和成长，最终达到内在的和谐与平静。无知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，但通过修行，我们可以转化无知为智慧，
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修行的起点，而谦逊地接受这种无知，则是修行的核心。在这条道路上，只有不断的反思和学习，我们才能逐步接近真理，达到心灵的升华和境界的提升。庄子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有跳出自身的狭隘，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，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。这种认识并不是让我们自卑，而是激励我们不断探索，追求更高的智慧。谦逊并不是软弱，而是通往智慧的必经之路。明白自己的无知，是智慧的开始，也是持续成长的动力。尤其在修行的道路上，这种认识更是至关重要，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放下自我，真正体验和理解修行的真谛。高铁住在黄河畔，从未远行看大雁，望着滚滚东去浪。他说黄河最壮观，老子想说东行去，北海广阔无边沿。经过一夜和一天，河泊间海景淡然。前世浅薄如青蛙，智慧来自眼神下，无知才是知识体，虚学界才是真。当你见过高山海，方知此生渺如尘，方自中空可知人，心灵空虚装惊喜。北海海神说得对，井底之蛙不见天，下天地困住你，广阔海洋展眼前。明白自身多不足，才能聆听，心会偏小，心路上放下我，虚心接受心自然。前世浅薄如青蛙，智慧来自眼神下，无知才是知识体，虚学界才是真。当你见过高山海，方知此生渺如尘，方自中空可住人，心灵空虚装惊喜。北海海神说得对，井底之蛙不见天，狭隘天地困住你，广阔海洋展眼前。明白自身多不足，才能聆听智慧篇，修行路上放下我，虚心接受心自然。前世浅薄如青蛙，真心认知之深，放下执着追求之，不断超越方安然。修行路上需显身，承认无知在向前，真正智慧在下我，相知此生渺如尘，方自中空可住人，心灵空虚双栖息。北海海神说得对，井底之蛙不见天，才能聆听这不足，才能聆听智慧篇，修行路上放下我，虚心接受心自然。前世浅薄如青蛙，智慧来自知识，无知才是知识体，心学习才是真。当你见过高山海，方知此生渺如尘，方自中空可住人，心灵空虚装惊喜。
修行路上需谦逊。